男人漂浮在海面上，他被好心的渔民捞起。船长为他取出后背的弹片，又在他臀部看到貌似有一个金属物体。船长用简易工具将它取出，用水冲洗干净，接着按动上面的按钮，红外线映射到墙上一串数字，原来是一串银行卡号和银行的名称。男人突然苏醒，和船长大喊大叫。经过了解，这才知道是他们救了男人。接着男人再次昏迷过去，醒来后的男人和渔民一起捕鱼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他失忆了。但是惊人的身手和智商还在，已经在渔船度过2周，渔船即将靠岸。好心的船长给他一些钱，并在这里道别。男人要去瑞士，因为他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串银行卡号。到达瑞士后已经天黑，男人不得不在公园椅子上对付一宿。可到了晚上，2名巡警发现他，公园关门了，不允许在公园过夜。他向警员解释，他没有证件，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于是警员要带他回局子，可是突然男人本能的反应，3个动作干倒1名，又2个动作夺下另一名警员的枪。接着他好像知道自己错了，1秒拆解手枪，一溜烟跑了。天亮后，男人来到要找的那家银行。寒冷的冬天，他连外套都没有，像是一名乞丐来银行取暖。他将银行账户写到纸上，接着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保险柜处。工作人员拎过来一个铁箱，这便是男人寄存的家当。男人打开保险箱，里面有他的护照。原来男人叫杰森·伯恩。接着伯恩打开下一层，大把的现金，还有一把手枪，还有更多的护照。他不光只有杰森·伯恩一个身份，那么他到底是谁呢？他将所有钱装进红色袋袋，然后交上保险柜离开。这时一个男人盯上他，并立刻打电话上报。接着很快就有人跟上他，当然警惕性很高的伯恩自己也发现，于是他来到美国大使馆，跟踪他的当地警方被拦到外面。伯恩进入大使馆就开始环顾四周，一个和工作人员争执的女人引他注意，她看上去身无分文，而且已经来过这里多次，一直没能拿到签证。大厅的保安貌似收到信号，伯恩看不对劲，赶紧离开。伯恩举起双手，周围人们都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一人一招眩晕，拦下武器拽人脖领，然后夺下手枪。惊人的身手，没人再与他硬刚，毕竟这里是公共场所。伯恩迅速离去，先丢掉手枪，然后跑上楼，路过干倒1名保安，接着小碎步走下来，拿走保安的对讲机。此时大使馆的军队开始行动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嫌疑人戴着耳机听着他们指挥，避开他们的追踪，并撕下大楼的疏散图，寻找逃出方向。士兵们步步向上，已搜到3楼，没错过任何一间房间，无人可以逃脱这样严格的搜捕。而此时伯恩已经到5楼，砸开一个标有请勿进入的门，然后准备开始攀岩。没有防滑鞋和手套，红色背包从5楼掉下，没办法，只能换个方向，上面实在太滑了。士兵们追查到这里，推开那扇门，可这里完全不像有人活动的样子，勇气十足，技术够用，顺着大楼的条条框框，伯恩一步接着一步逃出大使馆。出去后，伯恩遇到在领事馆争吵的姑娘，他听出来女人缺钱，而他需要坐车离开。他说给女人2万美元送她去巴黎，可女人觉得他是傻子，哪有人会这么做？就在伯恩拿出1万定金并丢在女人手里后， Is that for you? Look, you drive, I pay. It's that simple. 伯恩不强求，如果不接这趟活，那就把钱还回来。上车后，女人扭头看了看这个小伙，还真的帅。此时中情局有人非常着急，他们通过监控找到杰森·伯恩，听说他刚刚到了大使馆，昨晚还把2名警察送进医院。接着康克林指挥官派出绊脚石计划的特工，他要干掉伯恩，让他躺进尸袋中。那么伯恩到底是谁？中情局同时激活了3名特工，其中包括位于巴塞罗那的罗伯哥，还有这个正在工作的西装男，还有潜伏在罗马的黄毛特工。女人和伯恩说了一路他的遭遇，开冲浪商店被老板骗，可就是一直他在不停的说，而伯恩从出发没说过超过10句话。 Actually, shining everyone on and what? 为了缓解尴尬，伯恩说出他失忆的事情。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因为2周前的事情他都忘了。康克林手下又查到线索，那就是伯恩搭车的女人。他们查到女人叫玛丽，父亲已死，母亲不详，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康克林让手下对玛丽近些年展开调查，并通知派出的特工目标变成2人。路上吃饭时，伯恩拿出6本护照给玛丽，他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干啥的。谁的保险箱会装满护照还有枪和钱？他说他一进屋子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出口，从门外走进餐厅。他记住门外6辆车的车牌号，确定了女服务员是左撇子，还有坐在柜子边那小子重98公斤，而且他还没喝多，知道想找到枪的最佳地点是在那辆灰色卡车的驾驶室。虽然伯恩失忆了，但是有着特工的本能。他们继续连夜前行。第2天清晨，他们来到巴黎，伯恩来到护照上的地点，把另外1万交给玛丽。可是玛丽好像恋恋不舍，于是他们一起上楼。老太太对他很熟悉，只是伯恩不记得她。这就是伯恩在巴黎的家。他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一丝记忆。他猜想自己大概是坐船运的。玛丽借用卫生间准备洗个热水澡。伯恩通过自身惊人的属性开始调查自己。他重拨了座机的电话，是巴黎女王饭店。接着他说要找一位客人，他叫杰森·伯恩，可惜没能查到这个人。突然伯恩想到，他翻出自己其他的护照，让前台帮忙查询约翰·凯恩。 You are a friend of his? Yeah. 原来凯恩在2周前去世了，他在高速发生了意外，当场身亡。他的朋友来收拾他行李时，饭店得知的此事。伯恩挂断电话，他貌似听到异样的声音，他走进厨房，拔出一把刀。这时玛丽走出来，他们对视闲聊了几句。接着伯恩走到窗前， what is it? Something wrong?
突然，黄毛持枪闯入，他的目的一看就是干掉伯恩。伯恩夺下武器后，他们展开激烈的肉搏。黄毛抽出短刀，伯恩抓起一根圆珠笔。没见过世面的玛丽惊呆了。最终，黄毛被制服，伯恩夺走他的背包，让玛丽打开查看，寻找线索。玛丽看到伯恩的照片，接下来她要崩溃了，因为第2页是玛丽的照片。玛丽不知所措，突然很担心害怕。伯恩放开杀手安抚她。就在这时，杀手起身跳下窗户，他跳楼自尽了。这就是绊脚石特工的素质。伯恩知道他们必须马上离开。楼下的管家奶奶眉心中弹，黄毛的尸体旁围满了路人。尼基是巴黎的中情局特工文员，他将黄毛的死汇报给康克林。开了一段距离，伯恩必须先把钱存起来。玛丽可以现在离开，毕竟有了一大笔钱。他以为伯恩存钱的地方是银行，没想到是这里。可当他出来时，玛丽却不见身影。原来他是去买吃的了。他不想拖累玛丽，让玛丽去报警。他把所有的护照交给玛丽，让她给警察看。玛丽喝了一口酒，她知道这件事开始于大使馆，感觉没那么简单。他们因此大吵一架。伯恩不想拖累玛丽，他要去查明真相。So figure it out. 玛丽系好安全带，这时警察也缓缓走来。伯恩一个漂移，接下来便是刺激的飙车戏。上马路牙子开进胡同，手动小车被伯恩开得丝滑顺畅。几分钟的追逐后，伯恩悄悄地拐弯驶进地下停车场。在这里，伯恩再次提醒玛丽是否做好和他一起的准备。没问题后，他们清理指纹，然后离开。此时，一名叫翁博西的政客查到陈尸房，他来看约翰·凯恩的尸体是不是刺杀他的人。他看过尸体后确定不是他，因为他后背没有中弹。原来伯恩是中情局绊脚石计划的特工，他在2周前的一次任务中刺杀翁博西，可惜他失败了。而中情局发现伯恩一直没有联系上司，康克林怀疑他已经叛变，所以宁可错杀也要灭口伯恩。翁博西手中有中情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这次他要公布于众。康克林又急了，他赶快派出和伯恩同期特工，也就是萝卜哥，让他立刻干掉翁博西。伯恩和玛丽来到一家小旅馆，他给玛丽洗了头发，然后剪了短发，接着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同住一室。温博西要报道中情局丑事，手下还跟在身后劝说。突然，2枪点射干掉温博西，接着快速收拾准备离开。消息很快传到中情局，因此康克林的老大找到他。康克林把锅甩给伯恩，说大概是伯恩知道没完成任务，所以擅自在巴黎干掉了温博西。他24小时内肯定会来复命。玛丽来到女王酒店，按照伯恩的要求，要到一张约翰·凯恩房间的通讯记录，接着到公用电话亭挨个打电话，直到打进保安公司海事部，这就是他的线索。接着他来到这里，没想到这里的大姐对他这么熟悉，还有这个男人很是热情。原来他曾在几周前买了一艘船，通过贵宾的关系，他拿到这些资料，并确定自己的真名就是约翰·凯恩。他的工作一定是跟船有关系。可玛丽按照伯恩的方式继续打电话，他查到了约翰·凯恩的尸体。如果你是约翰·凯恩，那么那个尸体是谁？紧接着他们来到停尸房，花了点小钱，男人带他来到停尸间，可是尸体却不见了。这时停尸房领导来了，说凯恩的朋友昨晚将他带走了，还有伯恩没登记就进停尸房，他训斥了手下小伙。接着伯恩主动要求去登记，却借机撕掉了这2天的登记页。一个名字引他注意，那就是温博西，因为登记页和买船的名单中都出现了他。他们来到温博西的住处，已经围满了警察。温博西被暗杀了。他们买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报道说，温博西在被杀前3周告诉警方，一名男子在距马赛8公里的海上爬上他的游艇，并企图暗杀他。报道上还说，他把那个人赶下船，并击中他后背2枪。伯恩终于知道，原来自己是名刺客。他们搭车回小旅馆，伯恩突然察觉不对劲，于是在旅馆不远处下车。他发现他们暴露了。此时的萝卜哥正在旅馆门口准备就绪，他们路过一辆没人的警车，于是一拳干碎玻璃，拿出里面的资料。伯恩和玛丽都上了通缉榜单。玛丽有些崩溃了，她和伯恩都不知道伯恩到底是谁，但可以确定，伯恩和刺杀温博西的那些人是一伙的。老大再次找到康克林，24小时已经过去，可伯恩没有出现。他警告康克林，如果绊脚石计划出现问题，他们就全完蛋了。他们查到玛丽近几年去过的地方，查到玛丽哥哥郊区的老房子，而此时他们正要去那里。推开院子大门，玛丽开始翻找钥匙，接着进屋就开始环顾四周，他觉得他们必须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的哥哥出现了。同父异母的哥哥本来联系不多，可他看到玛丽带来一本正经的男友，于是让他们留下来。伯恩陪伴2个孩子玩耍，还有那只大黄狗。玛丽和哥哥做饭，他觉得妹妹终于靠谱了。一家人吃晚饭，喝啤酒，然后睡觉。半夜，玛丽突然醒了，她发现伯恩竟然不见了。她打开门，看到伯恩正在看着自己的2个外甥。伯恩告诉玛丽，他再也不想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他想和玛丽藏起来，他有足够的钱，去过幸福快乐的生活。第2天早上，玛丽准备了早餐，伯恩和玛丽准备离开。这时2个孩子跑进来，说他们的大黄狗不见了。 Did it happen a lot? Oh, that mutt misses breakfast, not a chance. Always something, right? Get in the basement. What? 伯恩知道危险即将来临，他来不及解释，希望他们赶快藏到地下室。伯恩翻找抽屉找到霰弹枪子弹，然后从墙上拿下霰弹枪。玛丽自责他们不该来，伯恩告诉他不会有事的。伯恩端起枪迅速出门，走到房角先开枪打爆油桶。巨大的火焰干扰了正在瞄准的萝卜哥。伯恩知道最佳狙击的位置，然后一边装弹一边走向森林。黑烟笼罩下，萝卜哥看到伯恩身影。伯恩算好时间，开始迅速奔跑。
这时罗伯哥开始点射，狙击枪已经暴露位置。罗伯哥迅速拆解狙击枪，然后开始换位置。前面是一片平原，也是最容易暴露的位置。罗伯哥在暗处，伯恩在明处。看接下来伯恩如何惊人的操作，简直帅爆了！伯恩发现草丛中的鸟群，于是空放一枪，接着群鸟飞起，突然又换了方向。罗伯哥暴露了，鸟群是因为他改变的方向。同时，伯恩边跑边换弹，边注视鸟群。他注意到小鸟在什么方位改变的方向，于是伯恩反客为主，他变成了暗处，反而罗伯哥不得不换位置。罗伯哥切换手枪，迅速移动位置。接着伯恩看到了他，伯恩迅速向草丛跑去，立刻停止，稳住开枪。罗伯哥手臂中枪，甩飞手枪。在捡起手枪时再次中枪，伯恩拿下罗伯哥。他问还有谁？你们几个人？罗伯哥告诉他，我单干和你一样。伯恩这才知道他们是同类职业，擅长单干，偶尔会头疼，都参加了绊脚石计划。伯恩想知道谁是绊脚石，可罗伯哥看着面前失忆的伯恩，像是解脱的闭上双眼。他知道自己迟早也会失忆，忘掉一切。伯恩回到房子，拎着他的红色钱袋子，取出3万自用，剩下的全部交给玛丽。他让玛丽必须离开，赶快逃走，换一个新的环境，重新开始生活。伯恩要去了结这一切。在罗伯哥的包裹中，他找到一部手机，接着按下重拨键打过去。巴黎联络员尼基转接到总部，康克林亲自接听。他们期待罗伯哥干掉伯恩，可是伯恩却说话了。Who the hell are you? Jason. 康克林开始和伯恩说话，让他回来复命或者继续玩下去。几句对话中，伯恩知道了他属于对方，并且做出了对方不认定的事，所以被对方追杀灭口。对方想用玛丽威胁他，他说玛丽已经被他干掉。接着让康克林在下午5点巴黎新桥见面，必须自己来。走到桥中间的位置，接着伯恩挂断电话，康克林没办法，只能立刻飞往巴黎。此时的老大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能力。康克林联系到巴黎分局，让手下的特工们做好准备。可伯恩并没打算出现，他知道对方身边一定有特工，而他隐藏在远处的楼顶，一直在观察桥上的一举一动。这时电话声响起，他告诉康克林，叫你自己来，身边非要带一堆人，改日再谈，我先走了。伯恩其实真实目的不是和他见面，而是在他们的车上安装定位。康克林没见到伯恩，为了安全，他让巴黎分局的尼基删掉所有关于绊脚石计划的资料，大概需要2-3个小时。康克林来到尼基这里，让手下特工做好安全防护，一定要死死盯住楼下。可随后杰森·伯恩变了，他没有走正门，而是制造出所有车辆鸣笛，接着趁机沿着管道往楼上爬去。尼基还在删资料，突然停电了。康克林拿出手枪走向其他房间，这时伯恩出现了。伯恩想知道绊脚石是谁。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? He's lost it. 康克林不知道伯恩已经失忆，他觉得伯恩疯了。他告诉伯恩，你是美国政府的资产，身价3000万打造出来的一件武器，但是却出了岔子。原来刺杀温伯西本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要做到让世人认为他是被自己人谋杀的，于是派伯恩隐藏在船上整整5天，制造出温伯西被随从干掉的假象。伯恩突然想起来，他本该已经得手了，只不过看到温伯西怀中的孩子，还有2边睡熟的孩子们，顶级特工分心了。他没有动手，反倒被温伯西击中2枪，然后跳入大海。伯恩想起来了，但他决定不干这个了。可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国家的资产。伯恩干晕康克林，准备离开。先是这个爱抢镜的光头，伯恩夺过枪，一枪干倒光头，接着一手正抓，一手反握手枪，这个姿势有点小帅，干掉上楼的另一位。接着爱抢镜头的光头醒来，上前和伯恩空手单练，于是再次被揍脸部挨了好几拳。接着1楼的机枪手开始扫射，直接突出一梭子，然后向楼上跑去。爱抢镜的光头哥又要出镜，伯恩一脚踹下他，接着趴在他身上自由落体，在路过中间时。还好光头肥胖伯恩也摔得不轻，休息一下后缓缓起身，然后离开。这时康克林苏醒了，他看着手下的尸体无能为力，走到大楼外后，伯恩已经不见身影。这时绊脚石计划的另一名特工赶来，他打开车门走到康克林面前。老大看他把事情弄得糟糕，命令手下干掉了他，这样就可以把所有污点算在康克林身上。中情局的会议上，他向上级报道说，绊脚石计划实际很早就已经终止，说实话只是一项纯理论，但是考虑到代价太高，从未实施过。而接下来是一个新的计划，黑蔷薇计划。这里是某国某地的海边小镇，玛丽开了一家海边小店，这也是她的梦想。这天工作之余，突然来了一名男士，他正是杰森·伯恩。玛丽看到他激动万分，接着微笑着跑过去抱在一起，他们在这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